如果有人问你越南最怕哪个国家，你或许会说美国。毕竟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美国一直是众多小国不敢得罪的。但根据越南几十年前解密的一份报告，揭露了越南真正害怕的国家是中国，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战争。这场战争从越南挑衅中国到我国进行反击，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人民解放军就攻入越南境内，并且攻占了大部分的重要城市，甚至连越南的首都河内都差点被我军用火炮轰毁。战后，我军留给越南的只有一片荒芜土地。这场惩罚之战，在让越南经济倒退10年的同时，也让他们认识到，相比军事强大的美国，中国似乎更加心狠手辣。那么，越南为何敢与中国开战？此次战争又是何时发生的呢？历史上，从秦朝秦始皇一统6国后，就派军征服百越之地，设置交趾郡，越南这片土地也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。此后的唐末5代，越南地区便一直是中国的领土。直到宋朝时期，越南才取得独立，成为宋代的藩属国。可到了后来的明朝永乐年间，好战的明成祖朱棣出兵远征，一举收复越南地区，设为交趾布政司。但好景不长，1427年，随着明宣宗朱瞻基被迫放弃越南，至此，越南地区再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。后来西方列强崛起，进入近代以来，欧美国家开始横行霸道，在世界各地开辟殖民地。这时，欧美列强将侵略的目光投向了亚洲这片土地。随着他们的大举入侵，大部分地区被迫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。中国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特别是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，清政府无能，被迫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，使其沦为法国的殖民地。可随着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，独立浪潮响彻国际。1945年的9月初，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成立越南共和国，也就是北越。但是法国人却不甘心越南获得独立，便在越南的南部扶持傀儡政权，并不断派遣军队入侵当时的北越。此时的越南共和国实力薄弱，无法与法国抗衡，尤其是军队力量极度缺乏战斗力，因此被法国的军队打得节节败退，其形势不可谓是异常的严峻。越南为了抵抗法国的侵略，便向新中国请求援助，而于公两国关系是唇亡齿寒。于斯，我国与越南的关系也一直是同志加兄弟，所以新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毛主席当即做出了援越抗法的决定。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，尽管我们自身还有许多难关有待克服，但我国还是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所需要的物资，其中有 11.6 万挺机枪、4600余门火炮，还有大批弹药。不仅如此，中国还在边境开设营地，以此帮助越南军队训练一批步兵团、工程兵、通信兵以及炮兵等一系列军事部队。之后，我国又为越南提供了创办军官学校所需要的设施与保障。从1950年胡志明请求我国援助开始，越军作战能力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教导下，那是突飞猛进，由原来的散兵游勇转变成一支正规部队的军事力量。之后，越南在长期抗美救国的战争中，我国再次向他们提供了援助。在经济上，我们提供了粮食500万吨、石油200万吨，以及汽车 3.5 万辆与船只600艘，还有成套的项目援助36亿元，按照美元现汇可以折合为17亿元。这些援助我国都是无偿提供。而在军事上的援助，其金额高达 49.6679 亿元，其中包括可以供200万军人使用的轻重型武器装备。从1965年起，我国还派遣大批运输、防空、扫雷、工程以及铁路与后勤部队进入越南，帮助他们建设铁路和工厂。据历史相关资料显示，从1950年到1978年，越南实现国家统一的28年间，中国援助越南的总金额达到了200亿美元。当时新中国的自身条件并不好，可不管是抗法援越还是抗美援越，中国都鼎力支持他们。谁知我国掏心掏肺的援助，到了最后竟是养出一条不知感恩的白眼狼。随着越南打败美帝侵略者，实现国家的统一，在新领导人李隼上位后，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。
与前任主席胡志明侵华态度不同，刚上任的李隼是个激进派，他更偏向霸权主义的苏联。在苏联暗地里的支持下，李隼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，采取积极对外扩张的战略。膨胀的越南自从打赢抗美战争，就自认为是世界上的第3军事强国，并在苏联的怂恿下，越南不仅在舆论上攻击我国，还在两国边境不断挑起事端。除此之外，当时的越南国内出现排华势头，大量的华裔政府官员被解雇，以及华人学校与商店也都被迫关闭停业。据统计，在越南的南部，大约有3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。而且，在越南政府的纵容下，华人已无法立足，只能被当地政府强行驱逐出境。同时，越南公然撕毁由1958年越南政府承认的东沙、西沙、中沙、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这一声明，侵占我国南沙群岛96%以上的岛屿。与此同时，越南北部的边防部队也屡次袭击我国边境线上的居民与村庄，此举严重威胁中国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毫无疑问，面对国家领土问题，中国绝不允许别的国家肆意入侵，特别是之后越南竟武力入侵柬埔寨，这一行为彻底将两国关系推向了敌对面。1979年2月17日，我国广西、云南边境集结20多万人民解放军，配有坦克、装甲车以及自行火炮，兵分3路向越南发动了全面的进攻。其实越南这边，早在邓小平访美期间，越南政府就已经在北方防线实施1级戒备，但真的面对如潮水一般扑来的中国军队时，越军还是蒙圈了。在东线上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分14路打进越南境内，当时越军的高北师346师与金星师第3师面对我军的强大火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，但最后这2支战功卓著的王牌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我军全歼，这让膨胀的越南军队遭遇了滑铁卢。原来他们以为一个越南士兵就能对付30个中国士兵，但是真的当双方打起来，越军才意识到自身有多么不知天高地厚。而此时的越南西线，除了越军的345师一溃千里，就连镇守沙巴防线的316A师也在我军149师的拼死攻击之下撤出阵地，这支主力步兵师几乎被中国军队打残。面对中国军队强势的进攻模式，越军是节节败退。眼见首都河内即将暴露在我军的枪口下，越南领导人李隼命令中越边境溃退下来的部队与原来的越军第3师共同驻守亮山。同时，为了提高士气，李隼还派出首都防卫军308师去增援亮山。越军的第3师与308师都曾在抗法、抗美战争中历练过，其作战实力强悍，外加亮山不仅地形十分复杂，还有大量的防御工事，越军认为中国军队肯定攻克不了亮山。但是在许世友将军的指挥下，1979的2月27日凌晨，亮山一战经过我军数千门火炮的集中轰炸，人民解放军先后拿下外围的扣马山、八外山等重要据点。紧接着，我军第55师又对亮山进行了猛轰。当300门火炮一起发射，其炮弹像雨点一样密集地落在了亮山市范围内，仅仅半个小时，亮山便变成一片火海，只剩下残垣断壁。随着省府大楼被解放军攻克，亮山已全部落入我军之手。而此时，越南的首都河内也沦为无险可守的地步，甚至越南政府已经做好了搬迁的准备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中国又做出了一个越南意想不到的举动，在历经1个月的自卫反击战中，攻入越南境内的人民解放军竟然单方面的主动撤军。其实这场自卫反击战，我国已经达到惩罚越南的目的，不仅打乱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战略部署，还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。换句话来说，中国当初为了援助越南提供了很多物资，现在能拿走的当然要想方设法全部带走，拿不走的也不留给忘恩负义之徒，便就地摧毁。于是从工厂设备到农业机器，甚至连铁轨都被我军扒走，而那些公路、铁路以及矿山设备则被我军统统爆破，最后留给越南的只有一片荒废土地。在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，我国取得了胜利后，便意识到自身军队存在很大问题。之后通过与越南的10年边境对战，中国军队逐渐走向现代化军事路线。反观越南，其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。
当中国军队主动回撤后，越南竟然侵占了我国云南边境的老山、者阴山地区。之后的10年时间里，中越边境不断爆发小规模冲突，而越南也被10年的轮战搞得苦不堪言。对内，其大量的军费开支导致越南国内的经济发展迟滞；对外，国际上地位上，越南更是处于被孤立的状态。随着靠山苏联国力衰退，来自苏联的援助变得杯水车薪。其实，越南只是苏联在亚洲战略布下的一枚棋子，如今他们自身难保，又怎么还会管棋子的处境？直到1991年的11月，随着越共总书记杜梅以及越南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华，会议上，中越两国领导人联合发表公告，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，由此中越对立状态正式结束。近100年来，中国虽然经历许多战争，但我国一直都是战争的受害国。不管是抗日战争，还是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，都是其他国家带来的。自从赢得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后，我国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对外战争。中国从始至终都是一个祈求和平的国家，爱好和平，却并不代表我们就此怕战怯战。若是有心怀不轨之人，胆敢去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，甚至威胁我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我国极其严厉的打击。就好比越南，我国无私的付出，却得到了恩将仇报的结果。面对越南的恶劣行径，我国二话不说派遣军队出征，用拳头教他们怎么做人。正所谓，我不犯人，人不犯我；人若犯我，虽远必诛。